怎能就这么走了？你还没有爱上我呢，阿勇。我知道，你我只是政治联姻，你对我没有爱。可是，我偏偏那么傻，误会自己爱上你。若没有这么爱你，那我如今便不会如此痛苦。阿勇，我走了。我终于明白，情是不可替代的。三弟啊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人生无常，有些事也只能无可奈何了。他在临终之前，似乎想通了一些事情。他说什么？他在临走的时候，一直跟我说对不起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就原谅他了，只希望他能活着。人还是活着好啊，活着便什么都来得及，纠错来得及，抱歉也来得及，只是斯人早逝，不免令人唏嘘啊。且不说我与他的兄弟情谊，就说他在位这些年，这大周的实力日渐夯实，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位好君王。在他的统治下，大周能有一个更好的将来。只是这一切，自今夜开始就戛然而止了。一切都戛然而止了。人命天定，人的无力感正是源于此吧。我只希望他在天上能够过得舒心一些，毕竟这些年他活得太累了。太子妃不愧是名门之后，不用教便自有皇室之风华仪态。是啊，不愧是名门之后。来，走到中间，向后转，向我行礼。殿下万福。殿下万福。参见殿下。哎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哎呀，哎，丽华。殿下，殿下。
妾身学了一支新舞，妾身跳给您看吧。殿下，还是听听妾身新练的琵琶曲吧。殿下，我会煲汤。四位夫人如此善解人意，本宫甚是欣慰啊！只要殿下开心，妾身做什么都愿意。是啊，殿下。殿下，本宫一定要重赏你们。赏你们什么呢？丽华，殿下，自古以来，每个帝王都只有一个皇后。本宫想啊，将他们4个都立为皇后。这样等过了登基大典，本宫便有5位皇后了，怎么样？谢殿下。哎呦啊！殿下，走，殿下，妾身为你煲汤喝。一个来，一个来啊！哎呀，好。殿下，曲，哎呀，走嘛。母亲，先皇才过世几日，殿下便如此纵情声色。真不知满朝文武会如何议论。先皇对殿下管教甚严，殿下也是因压抑日久，才会如此释放自己。母亲，你是没看到他们那极尽讨好的样子，我都为之难为情。真不知他们是如何放下脸面，做出那令人瞠目之举。你可曾想过，他们为何那样做呢？还能为何？不就是为了讨好未来的皇帝？以图安身立命、富贵荣华吗？哼，真不知殿下为何会如此糊涂，竟说出武后之言，简直闻所未闻。你是否看到了危机？我只当他是戏言，这有违祖制之事，我看他该是做不出来的。丽华，他即将成为皇帝，一言九鼎。他想做什么，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的。他说要立武后，若他真要如此，那便是有违祖制又如何？他真能如此胆大妄为？所以，你需主动应对，不能落于被动。母亲之意是说，要我与那几位夫人交好。依我之见，你去向殿下说，你认同封那4位夫人为后。母亲，我没听错吧？那我这皇后之名还有何意义啊？你看这些牡丹，虽然同为牡丹花，有的开得极盛耀眼，有的却小小一朵，毫不起眼。而耀眼的这朵牡丹，并未因其他牡丹而减损半分风姿，反倒是其他的牡丹花都变成它的陪衬了。母亲的意思是说，即便我们都是皇后，我也会是皇后中的皇后，就如这朵牡丹花，是牡丹中的牡丹。你理应是正宫皇后，但殿下有此意，若你执意反对，反而会弄僵局面。倒不如你成全了他，同意封4位夫人为后。如此一来，我想那4位夫人必定会感激你。公元578年6月初，宇文赟登基即位，尊阿史那宋皇后为皇太后，杨丽华与朱氏、袁氏、陈氏、尉迟氏均封皇后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凭什么？应天顺时受之明命，随国公杨坚功高绩显，封上柱国大司马；杨整、杨赞封仪同，杨爽封抚平将军，
杨勇封小内史上士，杨广封卑列将军。臣谢主隆恩。快送你快看，这簪子，这什么？你看这串珠子，我特别喜欢这串珠子，确实适合长公主你。哎，长公主，你看这个也好看。哦，漂亮，好看。哎，三郎，你快来看，你们收封赏的圣旨一下呀，长安城各官员商贾便派人送来了这些贺礼。哎，你看看这珠子是不是特别适合我啊？放下。哎，是不是？放下，通通放下。为何要放下？我就是喜欢这串嘛。长公主，你这是想置我们杨家于不忠不义？大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就置杨家于不忠不义了？我们今日刚获封赏，得陛下重用，受百姓拥护，你们便在此收受贿赂，这不是陷我们于不忠不义是什么？大哥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你去看看整个长安城，有哪户官家不收礼的？旁人是旁人，我们是我们。好了好了，莫生气，把贺礼退回去便好了。福叔，在，将这些都退回去。是。来人。长公主是无心的，别生气了。来来来。珠儿，你说你大哥，自命什么清高，装什么忠义廉洁，装给谁看啊？天底下有哪个官员不收礼的吗？就他自以为是。以前你老说大哥被打压，如今他好不容易得到重用，自然是要处处小心，不能受人以柄。你倒好，兴冲冲将人家贺礼收了，这要是传到皇帝耳中，还以为大哥刚升官便目无王法了。而且，我们杨家历来如此，绝不能在我们兄弟几人手里丢了气节。你长本事了是不是？我说你3句，你还我10句。你别以为你今日受了点封赏，便可以硬起腰板了。你若还是这样跟着你大哥，迟早有一日将朝野上下的官员都得罪光。罢了罢了，不说也罢。说了你也不懂。我不懂是吧？你走啊！你走了今晚就别回来。二郎，你与蓉儿是否考虑过要个孩子啊？大嫂为何突然这样问？我听厨房说啊，蓉儿近日常常亲自炖各种补汤给你，想必是担心你练兵太辛苦。大嫂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，我应当谢谢你。蓉儿的那件事，多谢你没有说出去。其实我并不怪她，若是她说想与那个人在一起，我定会放她自由。可是她一直都没有说。如今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我已经不再去想，她到底有没有对不起我。或许是夫妻情分还不够吧，日子就这么平淡的凑合过，也能过一辈子。你早点歇息。蓉儿，今天晚上就在这儿睡吧。你说什么？
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从今以后，咱们好好过。二郎，今日是我考虑不周，惹得大哥生气，也让你为难了。不怪你，你一介女子，不懂得官场之道，这很正常。如今我们若是收了各家的贺礼，那日后有些事情便不好办了。大哥刚刚当上大司马，如若日后那些官员有何问题，你叫大哥如何开得了口？到时候人家必定会说，咱们收了人家好处，不帮人家办事。是我浅薄了，你放心，日后我定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。不过，如今大哥也算是位高权重了，在朝中说话也颇有分量。能不能让他帮你在朝中谋份优差，不要再出征打仗了？你一出去，我便整日忧心，害怕你出事。男儿本应征战沙场，更何况我是杨家的人，怎能自己先退缩呢？我看你还是不懂我方才说的话。大哥刚刚上任，又怎能先顾及自家人呢？我只是担心你。我知道，这件事情还是顺其自然吧。你让我找大哥说这种话，我一定说不出口。即便说出了口，也会挨大哥一顿骂。我知道了。好了，睡吧，啊。参见陛下。哎，大司马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谢陛下。这些都什么人啊？陛下，近年来各地整治收效甚微，故臣派人秘密探查，终发现罪魁祸首便是此等贪赃腐败、鱼肉百姓的官员。今日臣将他们都送到陛下面前，任凭陛下处置。哼！朕登基未几，你等便做出如此放肆之事，是否不将朕放在眼里啊？陛下，臣知错了，陛下，陛下！你等明知先皇最痛恨贪腐之事，先皇先世未几，你等便如此大逆不道，全然不将皇室、不将国法放在眼里，都给朕拖出去斩了！陛下，陛下，饶命啊！求求您了，陛下，我知错了，陛下，饶命啊！陛下，此次整治贪官，追回大量贿金，可否将这批贿金用于军队？军队强，则国强。好啊，要替先皇完成他未竟之事。这样吧，这支新军就由杨素、杨整两位将军负责训练，如何？谨遵圣谕。这群蠢货竟然被杨坚抓到了把柄。幸而他们未提及我们呀，否则还不知要出什么事儿呢。他们也知我们乃皇室王族，把我们召来，皇帝也不会将我们如何，反倒可能给他们家族招来灭顶之灾。不过，既然这杨坚能坏我们一回好事，我看他就能坏第二次、第三次。太伯，你看我们是否该想想办法？
是该找个契机，好好治一治他。我看不用。如今杨坚可是国丈、大司马、皇帝身边的红人，你们又不是没看到皇帝有多器重他。眼下动他，别还没成事，反而将我们自己给坑了。杨坚那伙人可不是蠢货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等。诸位亲王眼下还得稍安勿躁，厚积以薄发。等那杨坚锋芒尽露、功高震主之时，便是我们的机会。耿刺史，让您久等了，您先喝口茶。啊，谢谢大公子。我父亲很快便会来。大司马如今必定是公务繁忙，我等便是。请。父亲，耿兄，让你久等了。哎呀，无妨，大司马您操心国事，下官让您分心了。三郎，来啊。这位呢，便是我常常与你们提起的耿康耿刺史。他在治理州郡方面有独特的一套，比起我们来说更有阅历和经验。日后便由耿兄来担任小司徒中大夫一职，管理临直馆的事务，你们要尽力协助他。是。大司马过誉了，日后还需二位多多相助。耿司徒，日后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，你便尽管说。好。近日我们打击贪腐颇有成效，其中很多贪污腐败的案子，便是从这临直馆的资料中发现的蛛丝马迹。日后啊，你们还需多加留意此类情况。如若发现任何州郡出现问题，可随时上报。是。报！大司马，高将军与独孤将军在下官府等您，说是有要事与您相商。好，我即刻便去。耿兄，那我先走一步。大司马，您去忙吧。耿司徒，那我便先向你介绍一下此处的学者官员。好，请咱们看看。陛下，今日微臣炼就了一种金丹，可为陛下固本培元、活血补气、振奋精神、延年益寿。今日特来献给陛下。延年益寿啊！拿上来。是陛下。来。哎，太补又不会害朕。行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哎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！过来，过来！陛下，太伯，这丹药一下肚，朕通体暖和。哎呀，好像不那么困乏了。好，好，好。陛下，这些都是今日必须批复的公务急件。陛下您看，看什么看？让大司马看。哎呀，这还有事儿。哎呀，陛下。哎呀，陛下万福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陛下，我想看呐。陛下，来，陛下，来，陛
陛下尝尝嘛，啊，来。陛下，微臣就不打搅您的雅兴了。朝廷事务有大司马操劳，您暂不必挂怀于心了，便好好享受吧。啊，来，陛下，再问。来，陛下，陛下尝尝嘛。弄得这麻酥酥的。儿臣参见母后。免礼吧。母后这花养得真好。如今一闲下来，无事可做，也只能养养花草，打发时辰了。是啊，母后这花，宫里谁都比不了。我虽然韬光养晦，但也并非一无所知。你请求皇帝让你父亲官复原职的事情，哀家是知道的。母后，儿臣只是希望父亲能够多帮助到皇帝。是帮，还是积蓄势力？这个只有你和你母亲独孤伽罗最清楚了。儿臣不敢。你母亲向来敢作敢为，你是她女儿，你有何不敢的？只是哀家想提醒你，你应当收敛一点。这杨家以前是先帝的心腹大患，如今莫要再让杨家成为皇帝的心腹大患。是，儿臣谨遵教诲。对了，提起皇帝，他近来向哀家请安，似乎不勤了。他很忙吗？是啊，母后，近来皇帝要处理的政务颇多，有时疲累，难免有所疏漏，还望母后见谅。儿臣会让皇帝多来看望您的。罢了，他忙于政事，哀家应该欣慰的。哀家去看他也无妨。是。丽华，这么急着召我进宫来，是遇上什么难事了？其实也没什么。你的个性跟你父亲一样，明明心里有事，嘴上还说没事，神情却掩盖不住。我怕我说出来，会让母亲觉得孩儿无用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当初我遵从母亲教诲，支持皇帝封4位夫人为后，得到了后宫上下的敬重。他们4位也对我十分感激，与我关系逐渐交好。我自以为在宫中的地位稳如磐石，可是好景不长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如今他们表面与我交好，可是实际上早已不像从前。他们联手魅惑皇帝，甚至施计阻挠皇帝，不让他与我亲近。太后对杨家仍有芥蒂，我也无从向太后说起。切不可听之任之，你得要有应对的办法。如今皇帝逝世交与父亲处理，权柄正在转移。他这样昏庸无能，对于我们杨家来说，也不是件坏事。丽华，你是气得口不择言了吗？母亲，我当初嫁给他，就是为了依靠势力保护我们杨家。如今他不来找我，我还省去了应付他的精力。他是皇帝，你是皇后，夫唱妇随，这夫妻之间出了问题，还是要想法子解决，切莫意气用事。若他值得我努力，我一定尽力而为；若他不值得，那便随他去吧。母亲，不必劝我了。如今我心中只有杨家，我不会再委屈我自己了。
陛下到底还上不上朝了？谁知道呢？皇帝龙体欠安，诸位，请回吧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么还不上朝，这才来呀？怎么回事？这不是要禀报？这哎，这一早上就来了，等了这半天了，都不上朝，这是。哎，真是。若不上朝，应当早点告知嘛。这都站了2个时辰，腰都站疼了。久等倒也无妨，只是我有要事需启奏皇帝。这退朝实在是耽误事啊。皇帝近来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总是如此。我去看望看望他。陛下，快给揉揉来。太讨厌了。陈阳坚参见陛下。大司马，你请安便请安呗，那么大声做什么？臣唯恐陛下听不见臣的声音。朕又不聋。再说了，朕不是已经宣告退朝了吗？你非急着见朕，所谓何事啊？陛下，您近日频频不上朝，惹得朝中重臣对陛下颇有威严。陛下，立国容易守国难，若是因贪图逸乐，而再这样不理国事、不顾朝政，恐怕会为天下人所诟病。若是先皇在天有灵，看到陛下如此，断断不得安宁。先皇，先皇，怎么又提先皇啊？如今是朕的天下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你先去文昌殿等着朕，朕一会儿便过去。臣告退。陛下，宝贵，替朕更衣。陛下。儿臣参见母后。儿臣向母后请安。陛下，哀家近来听到一些传闻，说你疏于朝政，日日在后宫。你应该知道，这是你父皇最不喜欢看到的。母后，朕的事，朕自己心里清楚。朕近来虽然没有上朝，但是已经吩咐人将所有朝政上的事务都处理好了呀。朕的事，不用母后操心了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母后。朱皇后为何今日没有来啊？母后她生病了。母后，参见母后。母后，孩儿来迟，还望母后见谅。只因孩儿身体有些……她身体怎么了？回陛下，回太后，朱皇后有喜了。什么？你有喜了？这要做父亲了？哎呀，太好了！你要什么奖赏，朕全都赏给你。来，快来，让哀家看看。哎，去吧去吧。这有喜了，好啊！哼，你去给朕查一查，到底是谁在宫中说朕的坏话？一个个查出来严惩！竟然敢传到太后的耳朵里，简直胆大妄为！陛下，宫里头那些人，谁敢在背后非议陛下您呢？敢这么做的，都是那些自以为权势过人，能够对您指手画脚之人呢。你想说谁啊？
我可听说近来独孤伽罗常常进宫去见太后。这事与他有何干系？陛下，近来您日日与陈后、尉迟后他们在一起，难免冷落了杨皇后。那杨皇后还不得跑去告诉独孤伽罗？独孤伽罗是什么人？他可是蛊惑人心的高手啊！倘若他对太后说了什么，太后自然会对你有一些看法了。对呀，朕的确冷落了杨皇后啊！陛下，您可是一国之君呐！哎呀，这尽享天下美色，是您身为天子独有的权利。若连陛下您宠爱后宫都要遭人非议，被人告状，您的天子威仪何在呀？对呀，这天下都是朕的，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而且陛下您也要知道，这后宫之事常常影响朝堂争斗。您冷落了杨皇后，最着急的除了独孤伽罗，肯定还有杨坚。他有什么话，定会通过独孤伽罗传给太后。所以太后今日对您说的话，必定跟杨坚有关。陛下，这可就了不得了。如今连太后的心都偏向他们，日后您但凡做了什么他们不想看到之事，他们便去找太后告状。今后您的日子还能过得快活吗？说的有道理。可是，并无证据证明是杨家人告的状啊！朕即便想警醒警醒他们，也没有理由啊！哎，对了，先皇在世的时候，曾经每日都派人跟踪朕，记录下来朕每日都在做什么。不如你去找个人跟踪杨坚，看看他每日都在做什么。懂了？臣遵旨。那皇帝如今不知是不是被鬼迷了心窍，整日只顾沉湎酒色，寻欢作乐，早朝也不上，政事更不管了。若不是有大郎担着，朝堂早就乱了。他哪是鬼迷了心窍，不过是如今权势无边，欲壑难填罢了。如若他再这样执迷不悟，那么齐国的昨日，便是大周的明日；齐国亡国之君高纬的下场，便是他的下场。你言重了，严重！大哥说的都是事实。为臣者做的是为君者之事，那还要这为君者做什么？那便由臣做君，也未尝不可。大哥，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你怎么能说出口啊？什么叫大逆不道？他为君者不正，推翻他便不叫逆。更何况，在此等乱世，君君臣臣变来变去，本就属常事。现今的周国，不也是他宇文家夺取了拓跋家的政权才建立的吗？大哥，你这番话，不会是刚刚才想到的吧？这些话，我已经憋了很久了。这些年，我日日看着你尽心尽力做事，功绩有目共睹，深受百姓拥戴。宇文邕当权时，你每日活得胆战心惊。如今宇文赟当权，你要时时为他收拾烂摊子。凭什么你这般大智大勇大忠之人，要因为他们那样的人活得这么不痛快？大哥，你别这么说，坐。大哥呀，若我们只是因不满一个国家便要推翻它，那将国无长久时。且从古至今，任何一场政变所带来的，都是百姓无尽的血泪。我们的皇帝，他本性并不坏，他只是受人挑唆，被人利用，才会如此。我们不应该因为他的迷失而对他失望绝望。为人臣子，
理应做到的是劝，是谏，帮其回归正途。至于谋逆之事，恕杨坚做不到啊。如何了？回太后、杨皇后、朱皇后腹中胎儿无碍，只是受了些惊吓，需服安神药，之后更需静养，万万不可再受刺激了。那你速去煎药吧，切记，此药须由你亲自去煎，若出了什么差错，哀家唯你是问。是。我最忧心之事还是发生了。在这后宫之中，第一个怀上龙种之人，终究是逃不过这一切的。母后，孩儿派人去查看了妹妹途经的那条路，发现路面上的石块遭人动了手脚，以致妹妹跌倒。恐怕有了第一次，便会有第二次。这后宫之人，若是要耍起心机，旁人防是防不住的。妹妹如今需要静养，又要防人迫害。孩儿想，是否可以将妹妹送出宫去？如此可好？可朱皇后的娘家离长安城甚远，这一路上恐怕不得安宁。母后，孩儿想，是否可将妹妹送去随国公府静养？随国公府，母后，若有别的办法，孩儿定不会提此建议。这朱后母子有任何差池，我们杨家必会受其牵连，这风险何其之大！但如今也无其他办法了，也只有我们杨家能照顾妹妹了。朱皇后，喝点补汤吧。不要害我！不要害我的孩子！朱皇后，您莫害怕，这里并非皇宫，而是随国公府，没有人会害您，也没有人会害您的孩子，我们都会保护您的。夫人，你真的会保护我们吗？当然。您是皇后，您腹中的胎儿是龙子，您如今在我们府上，若您有任何的闪失，我们随国公府是要受牵连的。别害怕，来。别害怕，没事的。没事的，没事的啊，别怕，没人会伤害你。新兰在，来喝点补汤吧。怎么了？
是不是补汤不合您的口味？没关系，有什么事情，您可以告诉我，我能做到的，定会为您做的。夫人，对不起，你与姐姐对我这般好，可我却……怎么了？太部下害大司马也曾怂恿我们去离间陛下与姐姐，我并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的，我只想在宫中求个自保啊！对不起。没事的，别在意。你一介弱女子，身处宫中也不容易，定有很多迫不得已。谢谢你告诉我。你再喝点汤，好好养身子。那我便不打搅你了。反了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我们没去收拾他，他倒反过来坑害我们。该来的总是要来的。赵月早年在宇文护身边时，便处处与我们作对，不曾想他受了教训，仍然不知悔改。如今，仅凭诸后一面之词，也无法断定赵月是否真有这么做。什么无法确定啊？赵月此等小人，他什么事不敢做？若等他把事做绝了，岂不就晚了？杨素说的有理啊。我们如今无凭无据，奈何不了他。况且赵月现在是陛下身边的大红人，深得陛下恩宠。即便我们将此事禀报陛下，陛下也未必信呢。如今的陛下呀，所以如今当务之急便是监视赵月，搜集证据。好，我去。我就不相信，我们这么多人还能败给他。高大哥，你怎么年纪越大，性子也越发急躁了？凭你这般去调查，还未行动便被他发现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跟高大哥一起去调查。那你们千万小心。你们是不知道啊，那几位皇后，她们从前像被打入冷宫一样，皇帝连她们谁是谁都分不清楚。若不是因为我赵某人，他们几个哪有今日这般恩宠啊？是，太仆啊，您若没有这本事，岂能坐上这太仆之位啊？哎，赵某能有今日，皆因陛下恩宠，陛下恩宠啊！最重要是我一心向着陛下呀，陛下看在眼里，岂能亏待我啊？如今陛下若有何事，皆来与我商议求教啊！是吗？那为何朝堂之事，皇帝都交由杨坚处理呀？杨坚，杨坚，二位以为他的好日子还会长久吗？他不过就是个大司马嘛，他的丈人当初不也是大司马吗？后来怎么样？还不是死得很惨？太仆可有想出办法对付他吗？放心吧，赵王。那杨坚自以为他的女儿是皇后，他又是大司马，杨家的地位便固若金汤。用不了多久，我便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风水轮流转。好。赵月与那几位亲王来往密切，还不时密会，他们定是在商量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我也有所察觉，今日上朝，那几人屡次在那儿眉来眼去。之前我并未在意，毕竟朝堂之上拉帮结派的官员不在少数。只是未曾料到，他们此次竟然如此针对我。正所谓树大招风，如今你深得皇帝信任，那些小人自是心有不甘。当初我父亲不正是因为这样，才招致祸患吗？不过如今，
我们既已知道他们有所行动，一切都来得及。我们尚不清楚他们究竟在图谋什么，有何计划。古人云：“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”我们眼下的首要任务，便是要查探清楚他们的底细。有什么可探的？依我之见，不如就直接将那赵月给杀了，给他们一个教训。此等小人，我早就看不惯了。高大哥啊，你又来了。如今赵月有几位亲王做后盾，你若真的将他给杀了，到时几位亲王便可以以此为借口针对我们了。届时怕是连皇帝也保不住我们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我们总不能在这坐以待毙吧？并非坐以待毙，而是以静制动。以静制动。对，以静制动，还是老办法。等对方先行动，我们在暗处搜集证据，寻到时机，再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哎呀，这金玉怎么又跑来朝堂？听闻皇帝不久前又挑了许多美人进宫，长此以往，之前那些亡国之君便是他的前车之鉴。此处是朝堂，慎言。御史叔父，你与高伯父上次那盘棋局还未分出输赢呢，我已差人将那盘棋局封好了，是否今日在议啊？哦，对，今日在议。甚好甚好。几位大人打搅了。哼，知道打搅还过来。大司马，下官有一事想向您请教。皇帝欲建新宫，命下官督促各州郡加征赋税，可是，一些州郡官员以诸多理由推诿拖沓，着实令下官为难，还请大司马不吝赐教。太卜一向谋略过人，连你都无计可施，我怎会有办法？大司马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这些拖延的州郡官员可都跟大司马交往过密呀！此话何意啊？什么叫跟大司马交往过密？我只是据实禀告罢了。大司马是受先皇指派，事于临直管，与各州郡的官员皆有交流，何来交往过密之说？赵太伯，有些地方延迟上缴，说明此处财政尚有问题。你非但不去禀告皇帝解决百姓的难处，反而倒过来逼迫他们。如此作为，恐怕不是一朝太卜该有的吧？皇帝欲新建宫殿，作为臣子，自当竭心尽力。如今用这些歪理邪说推三阻四，这便是忤逆。修建宫殿，到底是皇帝之意，还是太卜您之意？太卜，各州郡的官员延迟上缴之因，皆一一以奏章呈报给皇上。我不过是大司马，也不敢僭越。太卜，你既有时间质询我，倒不如让皇帝早些知道这些奏章的存在。皇帝圣体欠安，今日免上早朝，退朝。这怎么又退朝？这究竟是怎么了呀？哎呦，真是的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您不是说要给我们建酒池月圆吗？何时才能建好啊？你这小性子还挺心急呀。葡萄不错。陛下，赵太卜求见。去，来，这为你来，喂一个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臣不敢起，请陛下降罪。你何罪之有啊？臣无能。本想请大司马帮着解决各州拖延缴纳建宫殿赋税一事，没想到。哎呀，你倒是说呀，吞吞吐吐的。大司马却说，陛下为一己享乐而建宫殿，不理百姓之死活。各地官员之所以拖延，是做无声抗议。好个杨戬，竟满嘴胡言！不过，我泱泱大朝，国库怎会空虚至此啊？就算不加征各州郡的赋税，朕想修个宫殿都无钱可使吗？
启禀陛下，前阵子大司马开仓赈灾，造桥修路，花费甚巨，如今国库所余，已食不存一了。是，开仓赈灾固然重要，可这造桥修路之事并不急于一时啊。什么事能比朕修建宫殿还重要啊？陛下，臣还有一事禀报，还请禀退左右。你们先下去。是啊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国库空虚不假，但修筑宫殿之花费来源可不只是国库。你这是何意？陛下，您可还记得先皇宾天前提到的藏金一事？自然记得。据微臣所知，这笔藏金极有可能被大司马所得。大司马将这笔藏金据为己有，却不替陛下分忧，耗尽国库，收买民心，百姓只知有大司马，而不知有陛下。杨坚其心可诛。这个杨坚，陛下息怒。杨坚在朝堂上闹出的动静越大，他头上这顶骄姿擅权的帽子便扣得越死。那杨坚是先帝重用的肱骨之臣，地位非同一般呐，曾对朕也有功啊。此事再等等吧。是。使劲儿啊！使劲儿啊！有力啊！使劲儿，使劲儿啊！不行，没有力气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使劲儿，想想孩子，你就快要见到他了，使点劲儿，你可以的。使劲儿啊！快，使劲儿，使劲儿啊！再使劲儿！快，快了！生了，生了，皇子啊！是说生了吗？新兰在。速去宫中报喜，说朱皇后诞下皇子了。是。乖。你看他笑的。这小皇子长得跟皇帝儿时一模一样。你看这眉眼，还有这小嘴巴。这小皇子长得像皇帝，是他的福气。陛下驾到！参见母后。你来的正好，快坐，来抱抱你皇儿。哎呦，这么小一点儿，朕只怕伤着他。对了，陛下，这小皇子还没有取名，就等着你赐名呢。朕早就想好了，此子单名一个产字，宇文产。产并天下，乃开疆辟土、广取天下之意，是个好名字，颇有威武霸气之风。抱抱抱抱。来，哎呦，哎，那是太子之名，自该霸气。陛下要册封这个小皇子为太子。是啊，有何不妥？此时便立太子，是否太过草率了？是啊，陛下，不能只凭他是长子便立为太子吧？如今杨皇后尚未诞下龙子，此事是否延后再议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若杨皇后一直不生，那朕的太子之位便一直空着不成？此事便这么定了，你们无需多言。
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你也伺候朕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不知道朕最烦这时候被人打扰吗？陛下，杨皇后请您摆驾文昌殿，说有要事相商。保全。陛下，杨皇后她已等候多时了。她爱等多久等多久。陛下。丽华，待我凯旋，你再帮我亲手缝上去。放心吧，啊。灾、水灾、水兽、粮草，烦死朕了！百姓的死活可都在这地上了，陛下就任其散落，不管了吗？你引朕来，就是看这些奏章的？是，也不是。你有话就直说，何必拐弯抹角的你？看来，如今臣妾也便如同这文昌殿一般，形同虚设，连说句话的资格都没了。丽华，朕方才饮了酒，语气重了些。哎，你看，朕看到这铆钉，便立刻赶过来找你了。朕心里边还是有你的，丽华。陛下心中真的有臣妾吗？陛下心中若是有我，又怎会忘记大婚当夜许下的誓言，却与他们日夜醉酒笙歌？陛下心中若是有我，又怎会几日都不来看我一眼？陛下心中若有我，又怎会忘记当初答应我要奋发图强的话？如今连奏章都不看了。陛下，你身为夫君，可心中早已没了臣妾；你身为一国之君，心中早已没了天下，没了百姓。陛下，你醒醒吧！你够了，杨丽华。你别以为朕对你好言相对，你就可以对朕骄横跋扈，对朕横加指责。朕是一国之君，是天下之主，而你只是朕的皇后，皇后之一。你这样瞪着朕做什么？你这样瞪着朕是什么意思？还有他杨坚又是什么意思？他把这些奏章都堆在这儿，是想让朕难看吗？若家父真想令陛下难堪，堆在此处的奏章起码要多上数倍。家父不知为陛下处理了多少国事，分了多少忧，难道陛下看不见吗？哼！分忧，大权在握，朕看他是乐在其中吧。家父一心为国，如此之言，你不怕寒了忠臣之心吗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怎么，朕难道连自己的臣子都说不得了？啊！正因您是一国之君，金口玉言，更应该谨言慎行。如此诛心之言，非天子所为。放肆！你们
杨家个个都想跟朕对着干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皇后，您没事吧？皇后，您流血了，疼不疼啊？不疼。我差人告诉大司马和夫人。不要惊动他们。去，给我拿条手巾来，莫要让人看出端倪。是。此事告诉父亲母亲，也是给他们徒增烦恼。在这后宫中，终究还是要靠我自己的。姐姐来了。哎，妹妹身体尚未复原，不必多礼。妹妹自回宫中，因身体不便，还未曾向姐姐请安。没想到姐姐倒是先来了。你我是姐妹，没有那么多讲究。恭喜你了。谢谢姐姐。若是没有姐姐与杨夫人，我只怕无法如此平安顺利地诞下婵儿。人各有命，你命中带福，旁人奈何不得你；若你命中无福，旁人也帮不了你。只可惜，姐姐有什么话，但说无妨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妹妹，你有婵儿傍身，本该在宫中自保无虞，可这一立太子，无异于将妹妹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。那些本来就见不得妹妹好的人，更将你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恐怕这以后会风波不断了。姐姐的意思是说，有人要对婵儿下手？明着自是不敢，但暗地里谁又知道呢？大人都防不胜防，更何况一个不足岁的娃娃。我不想要什么太子之位，我只愿婵儿能平平安安长大便好。我会去禀明陛下，请他收回成命的。陛下一言九鼎，岂能朝令夕改？那如何是好？办法倒不是没有，就看妹妹舍不舍得了。为了婵儿，我连性命都可以不要，还有什么不舍得的？妹妹可知，你我同为皇后，为何这宫中，他们敢欺辱妹妹，却对我不敢有半点不敬？我怎能与姐姐相提并论？我本是戴罪之人，幸得皇帝宠幸，才能与你姐妹相称。正因妹妹背后无权无势，那些欺软怕硬之人，自然不把妹妹放在眼里。若婵儿是我的孩子呢？姐姐的意思是，婵儿由我来恩养，就凭我和我背后的杨家，妹妹觉得这后宫之中还有谁敢对婵儿不利吗？姐姐，还请容我思量一番。妹妹乃是聪明人，在虚无缥缈的名分和婵儿的安危之间，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抉择的。臣妾给母后请安。起来吧，朱皇后，你身体不适，就早些回去休息，以后无需每日向我请安了。谢母后。你们还有何事吗？母后曾说过，臣妾的孩儿与陛下儿时一模一样，只不过陛下年幼时有母后护佑，而臣妾自知力薄，只怕无法护太子周全长大。这是什么话？
这孩子是皇帝的长子，又是皇帝御口亲封的太子，谁敢动他一分一毫？母后，妹妹的意思是，后宫险恶，这孩子既是皇长子，又是太子，必定会被很多人盯着的。你们的意思是？母后，请您准许姐姐恩养太子。若有2位母亲保护在侧，这孩子的确多了一道屏障。可是你们征询过皇帝的意见吗？母后，臣妾已请皇帝摆驾洪圣宫，还望母后与臣妾一同说服皇帝。你这不是先斩后奏，逼哀家不得不同意吗？不愧是独孤家鲁的女儿。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为了太子的安危着想。话虽如此，但哀家最不喜人自作聪明，擅作主张。下不为例。是。皇上驾到！陛下，儿臣见过母后。起来吧。母后，这么着急将儿臣叫来，所为何事啊？这朱皇后请求让杨皇后恩养自己的孩子，陛下以为此事可好？这是谁的提议？陛下，是臣妾请求姐姐恩养我的孩子。臣妾自蒙爱幸，身怀6甲之时，曾多次遭遇意外，差点害得龙胎不保。幸得姐姐帮我护我，臣妾母子才得以平安。臣妾请求陛下，准许姐姐与我一同护佑婵儿长大，免遭小人毒害。你是否忧虑过度啊？谁会害太子啊？都说静水流深，人心难测，防患于未然，总归是有备无患。母后，母后，你怎么看？这多一位母亲疼爱孩子，总是好的。这后宫宁，前朝才能安呢。好，既然母后都如此说了，朕准了。扶朕起来，宝贵宝贵，扶朕走。既然陛下恩准了，那太子就交由你们2位抚育教导，务必尽心尽责。是，母后。又出草堂之事。皇上驾到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有事便奏，无事退朝。启禀陛下，臣遵照您的批示，已将军中粮草的配给问题处理妥当，陛下英明。陛下，遵照您的旨意，臣也顺利解决了南方蝗祸救灾之事，百姓盛赞陛下关怀百姓，陛下英明。陛下英明。大司马，你可有事要奏吗？臣无事要奏。那便退朝。退朝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你个杨坚，竟敢如此戏弄于朕！你简直胆大包天！
先是将奏章积攒起来，让陛下无暇顾及，然后再自作主张代天行事，造成陛下惰政，而他杨坚则精于政事的假象，陷陛下于不义，实在是居心叵测呀！他简直是胆大妄为之极啊！他不仅如此，他还结党营私。但凡他举荐的官员都与之交好啊。如今朝中人人莫不仰其鼻息，他如今的威望地位，已超过了开国以来任何一位大臣，就连当年的大冢宰宇文护都逊他3分呢。哼！朕以为他是个忠厚老实之人，未曾想他竟也是蝇营狗苟之辈。为一己私欲，再忠厚老实的人都会变得奸诈狡猾。之前臣劝过陛下，此人不可久留，可是陛下宅心仁厚，未能采纳。如今看来，养虎为患呢。你说，他到底有何野心啊？陛下可还记得杨坚外调定州一事吗？朕问的是野心与他外调。陛下。正是因为先皇洞察了他图谋篡位的野心，才将他发配到定州的。篡位？哎，不对，他是朕一手提拔的重臣。再说了，他的长女杨丽华是朕的皇后啊，他……陛下，这正是杨坚心机深沉之处啊。杨皇后为何突然认太子为养子？您不觉得奇怪吗？这恐怕并非杨皇后一己之愿，背后必定有杨坚的指使啊！杨皇后自己虽无子嗣，却将太子牢牢地掌握在手中。这步步为营之举，可见杨家人算计得深着呢。再加上背后还有藏金索以，陛下您想？如此一来，倘若他要反，他敢！人心叵测呀！杨家，别以为朕不敢动你们。谁啊？郎主，皇帝派人来，请您进宫议事。此时吗？是，说请您立即进宫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哦。佳罗，你先歇息吧，我去便回。你不觉得这事有古怪吗？这皇帝已有数月不关心朝事，如今却在深夜召你进宫议事，这未免也太蹊跷了。皇帝他是少年脾性，或许他是突然之间对朝政感兴趣了也说不定，你不必多疑。这段时日你凡事都亲力亲为，坊间已有流言，说朝中事事皆由你处理，大臣们也都以你马首是瞻。我担心皇帝会猜忌于你。这自古功高震主者，无不是飞鸟尽，良弓藏。我对皇帝尽心尽力，从未为己谋利，我问心无愧。倒不是，想当年我父亲和赵太傅亦是被宇文护叫去议事，他才会。佳罗，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了。当今的皇帝岂会和宇文护一样？再说了，皇帝召我入宫，我若不去，这抗旨的罪名谁也承担不起啊。好吧，小心为妙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早些歇息。宝贵今夜的舞甚是甚是精妙绝伦呐！哎，这儿怎么有个大司马？哎，你为何在这儿？陛下，臣深夜接到陛下召臣入宫议事的旨意，
便匆匆赶来。哎呀，真刚饮了酒，便忘了此事。你不会怪朕吧？臣不敢。你有所不知啊，朕那几位皇后啊，甚是能讨朕的欢心，令朕无法脱身呐。倒是杨皇后，可就比他们差远了。杨皇后虽不会讨陛下欢心，但是她对陛下的情谊，定不比其他人少。光有情谊有何用啊？她如此无趣，朕觉得她最乏味。臣以为，相比于有趣，身为皇后，识大体，知进退，才是真的对陛下好，对天下百姓好。朕的天下，朕自然知道该如何治理，何须他杨丽华多言？莫非你觉得朕离了你们杨家，连天下都治理不了了吗？臣不敢。陛下乃是承上天之意，治理天下的天子，臣等只是仰仗陛下恩惠，才能立足于世。为人臣子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皆是受陛下的旨意所向，又岂敢妄言帮陛下治理天下？哎，你先起来吧。连你也学会这阿谀奉承的功夫了啊！臣句句乃肺腑之言。朕也不与你做这口舌之辩。听说你偶得宇文护巨额藏金，可有此事？外面为何如此喧闹？是啊，怎还有雾气相撞之声？彩玲，你去外面打探一下。是。不对，这是甲胄和兵器碰撞之声，宫中定有大事发生，否则怎会在此刻调动禁军？宫内并无大事发生，只是什么？听小环门说，内宫下锁之前，大司马奉旨入宫了。陛下，此乃无稽之谈，望陛下万不可被此等流言所蒙蔽。哼，他人之言并非空穴来风，岂是你一句无稽之谈就能搪塞朕的？不错，臣在定州任职时，确有调动人手寻找藏金，但此举是为了将那批不义之财献于陛下。只是那宇文护乃一世枭雄，怎会让我们如此轻易便找到藏金之处呢？臣寻找多日未果后，深感此举太过劳民伤财，便终止了行动。若陛下还有疑虑，亦可将禀报此事之人召来，与臣当面对质，看看臣究竟是在何时、何地，又找到了多少藏金。照你这意思，是在说朕构陷于你？臣不敢。臣的本意是，陛下误会了臣，绝非构陷。误会？那你的意思是，朕是非不辨？陛下，您看，误会往往由此产生，或因一方未完全说清楚自己的意思，亦或是另一方未完全理解其所言之意。两人即便面对面说话，都极易产生误解，何况是于他人之口听闻关于第三者之事？陛下，正所谓积毁成山，三人成虎。臣兢兢业业，拳拳之心，日月可见，望陛下明察。行了，你怎么如今越发唠叨了？陛下，臣是担心陛下因臣之事，夙夜在宫，有损龙体，因此斗胆解释了几句，还望陛下恕罪。罢了，此事朕自会查清楚。你下去吧。是，陛下。
陛下，杨坚似有所察觉，竟回答的滴水不漏。皇宫内院不如直接将他……直接什么？直接什么？这才登基多久啊？啊！没有证据，肆意屠戮朝廷重臣，你想让朕当一个遗臭万年的昏君吗？臣知罪。你我下去吧，让禁军都散了。臣遵旨。皇后慢点儿，再慢就出大事了。参见陛下。大半夜的，你出来做什么？陛下，臣妾的父亲呢？走了。陛下，深夜宣家父进宫，所谓何事？此乃国事。既是论国事，为何要调动禁军？杨丽华，你如今连朕的事情都想管啊？陛下的事，臣妾管不了，但此事并非只关乎于陛下，更关系到我父亲。杨丽华，你现在是在质问朕？别那么不识趣啊！我只是在关心我的父亲，怎么不识趣了？关心父亲？你是在关心你娘家的地位是否安稳吧？即便我关心杨家的地位，又有何错？你终于承认了啊！哼！你们杨家全是奸猾之人，你父亲、你母亲还有你，一个个狼子野心，什么辅佐朕，什么为朕好。还有，你嫁给朕，也是早有预谋的吧？早有预谋？当初是你求我嫁给你的，如今你却说我早有预谋，你敢摸着自己的良心再说一遍吗？朕求你，杨丽华，你别太抬举你自己了。你以为朕还得仰仗你不成？啊？你信不信，朕现在就便废了你这个皇后？废呀，不就是废后吗？即便是杀头，我杨丽华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好，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今日我不但要杀了你，还有你们杨家一个也跑不了。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发生何事了？宫里传来消息，说皇后与皇帝大吵，皇帝要废后，还要灭了杨家。怎么会这样？可有大郎的消息？郎主至今未归。扶叔，快备马，我要进宫。夫人，形势未明，此时进宫太危险了，不如等郎主回来再做商议。大郎与丽华尚在宫中，我怕他们出事。夫人，我意已决，快去备马。是夫人。你不是很能耐吗？啊？怎么了？不说话了？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？你说话呀！你若是想求朕饶了你，便好好求；你若认错的话，朕便饶了你。你闭上眼睛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想见朕吗？好，朕。陛下，陛下，放手！好，今日朕就成全你，朕便赐你一死，你死了便无需再见到朕了。倒在此，是要朕帮你，还是你自己来？陛下，陛下，请陛下刀下留人。独孤伽罗，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啊，如此大逆不道，还对朕口出妄言，怎么，你还敢来为她求情啊？啊！陛下，丽华的为人，臣妇清楚。除了性子倔强，丽华对陛下从来都是情深意重。若她不慎，
失言冒犯了陛下，想必也是无心之过。你无需多言。杨皇后目无君主，若真今日不严惩，这后宫规矩何在？陛下，丽华有罪，但罪不至死。请陛下念在我杨家历代对大周、对陛下忠心无二的份上，饶过丽华吧。你此话何意啊？你居心何在？你居然敢搬出杨家来威胁朕，是不是？好，朕告诉你，今日不但杨皇后得死，你们整个杨家都得死！陛下，请陛下恕罪，臣妇一时心急，口无遮拦，请陛下恕罪。丽华冒犯陛下，是臣妇教导无方，若有罪，臣妇首当其罪。臣妇甘愿领罪，只请陛下饶过丽华，饶过杨家，请陛下恕罪。母亲，请陛下恕罪，请陛下恕罪，请陛下饶过丽华，饶过丽华吧。自己寻死，朕只不过是成全他。陛下，陛下，你好好看看，这是丽华呀。这是当初被你捧在手心的丽华呀！你们自幼便相识，长大后又重逢。陛下可曾记得，曾经说过非丽华不娶？丽华心里是有您的。想当初陛下出征吐谷浑，他日夜为您忧心，你们心中明明记挂着彼此，却为何要彼此折磨呢？陛下，陛下，如今我这个做母亲的，求您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饶了丽华吧。第一，从今以后，你心中只可以有我一个人，对我一个人好，就像我父亲对我母亲那样，忠贞不渝。从今以后，我的妻子只有你一人，至死不渝。请陛下恕罪，请陛下恕罪，陛下，请您饶了丽华吧，饶了她吧，请陛下恕罪。好了，将杨夫人扶下去吧。谢陛下开恩，谢陛下开恩。母亲。都退下吧。是。母亲，是我害你受苦了，我不该与他发生争执的。母亲知道，你不是个冲动的孩子。若非万不得已，你定不会与他发生冲突的。如今我总算体会到何为伴君如伴虎了。即便是妻子，即便是亲人，若令他不高兴，也是要砍头的。我如何能想到，当初那个待我情深意重的宇文赟，如今是如此暴虐的皇帝？好孩子。其实母亲心里明白，这身为帝王，有哪一个会不变心的？只是母亲心中尚存侥幸，以为他爱你、疼你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会好好待你的。母亲或许以为，天下所有的男子都会像父亲一样，专情忠贞地对待妻子。可是母亲，我不怪你，嫁给他是我自愿的。母亲，你说我现在该如何是好呀？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那个人我再也不想见到了。
如今他肯放过我们，说到底，你们还是夫妻。夫妻间哪有不吵架的？只要你们心中还有对方，一切都可以从头来过的。这人生啊，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，不情愿之事也不少。以后我们也只能尽人事，听天命了。母亲。伽罗，你的头……没事，只是摔了一下，并无大碍。好好的怎么会摔了呢？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听说皇帝要废了丽华，还要灭了杨家，你进宫求情，磕得头破血流的，到底所谓何事？你快与我讲讲，我都好奇死了。伽罗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大嫂，你就快说吧，大哥他肯定也想知道的。你若不跟我说实话，我立刻进宫。我们回屋说吧。哎，别回屋说呀！即便你现在不说，我明日也能从别处打听到的。大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跟皇帝讨个说法呀。此事好不容易才消停了，为今之计是保持冷静。就是啊，大哥，大嫂好不容易才劝下来的。你若是又去点一把火，我那皇帝侄子非把咱们都杀光不可。无碍的，我这点小伤，若能平息此事，也是值得的。皇帝是我自幼看着长大的，他的脾性我也略知一二。我今日若非如此，他是不会轻饶丽华和杨家的。伽罗，你为我们杨家付出的实在太多了，是我欠你的。夫妻之间不说欠。哦，门热闹可看，走了，宝莲，走了。对了，大郎，方才皇帝宣你入宫，他可有为难你？哦，皇帝似乎发现了我们藏经一事，言语之间颇多试探。看来今日之事只是个开始，我们需尽早做打算了。我们回去吧。大司马，请止步。公公，烦请禀报陛下，杨坚有事求见。大司马，请稍等片刻。大司马，陛下有请。陛下，陛下。臣杨坚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臣此番前来是想请求陛下，准许臣出藩亳州。出藩？为何呀？你这是想试探朕是否会挽留你啊？臣不敢。臣确实是想出藩。不是，杨坚，你这是想向朕施压呀？朕抬举你，让你留在朝中辅佐朕，你怎么整天闹事儿？小女丽华冒犯了陛下，承蒙陛下恩德，不与她计较。只是为人臣子，理当思吾，自省。因此，臣请求出藩亳州，实为谢罪。你知道朕最讨厌的是哪种人吗？啊，就是你这般自以为是、自命清高之人。朕既已答应饶恕你们，你们就应该好自为之，安分守己。你已经闹着要出藩，怎么着？你是想要证明
朝中若是少了你，朕便会一事无成了。无需证明，朝中人才济济，有我无我，并无分别。况且，杨坚对陛下忠心不二，不敢有其他想法。此次决定出藩亳州，确为谢罪，望陛下恩准，否则，臣心中难安。你这要气死朕呐！杨坚不善言辞，常惹陛下生气而不自知。若能出藩，陛下便不用再听到臣的愚昧之言。望陛下恩准。好。亳州是不是？那个苦寒之地？正是。好，这便成全你。谢陛下。你，哎呀！陛下，陛下，你说杨坚此举是何意啊？朕并未让他出藩，他竟然自己请命出藩，宁愿去那亳州受苦，也不愿留在长安。他这是为何呀？要挟朕吗？是不是？以为朕离了他便不行了？哼！索性让他滚得远远的，朕还眼不见心不烦呢。万万不可呀，陛下！藏经一事尚未水落石出，这杨坚一去，就如飞鸟入林。若想再查藏经一事，就难如登天了。哎，朕已经3番4次的试探过杨坚了，可他并不知情啊。哎，你派人监视杨家也有数月了，有何收获吗？一无所获。那不就说明杨坚对此事真是不知情啊？那我还留着这么一个不知趣的人在眼前做什么？陛下，还请三思。好了，朕意已决，替朕传旨，命杨坚总管亳州。是。哎呀，我扔的没有你好。想不想我教你？请赐教。选石头呢，得选这种小一些、轻一些、薄一些的，用力切记不能太猛，要放轻松。放轻松。哦，原来力道真的很重要，不能用力过猛。我方才的确太过用力了。有的时候，发力过猛，会适得其反。人要学会放轻松，说不定轻松了，倒能走得更远。那便放轻松吧，我支持你。你不怪我？我为何要怪你？只是你今日之所得，并非一日而就的。若你此刻放手，岂不意味着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？我不想你再过担惊受怕的日子，就算白费了，我也认为值得。原来真是为了我才出藩的。我就是见不得你受委屈。我知道你向来自尊心重，那晚之事定会在你心里留下一道伤疤。只要你还在长安，只要你还不断听到“皇帝”二字，此伤便难以愈合。我不想你为了我所谓的前程，而忍受那些不堪忍受的屈辱。哪有什么屈辱？他是皇帝，我是臣民，我给他磕几个头有什么要紧的？你越是这么说，我越是看得出来你难受。我很心痛，也很愧疚，我竟连身边最亲近之人都保护不了。你已经做得够好了，我只是怕你累。若你觉得累了，我们便离开这里，去到别处歇一歇。说真的，有时
我还挺怀念我们在定州的那段日子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们这次去的地方，可比定州要艰苦得多。去哪儿无所谓，我不怕辛苦，只要有你在就行了。可我不行。啊？只有将你安置于安全的地方，我才行。会说笑啦，看来心情好多了。看到你笑，我所有的气都没了。那皇帝对你出藩一事，可有说辞？他同意了。若是我们走了，兄弟们怎么办？皇帝针对的是我，不会为难他们的。不过你现在得去跟他们解释一番，他们可担心你了。你们是真的又要走啊？这圣旨都颁了，还能有假吗？我真是拿你们两个没办法。高大哥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你应该习惯了，怎么还如此伤感啊？你居然说的这么轻巧，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一样没良心呐？正因为这是第二次，才令人心中不快啊。当今这皇帝，与先皇真是父子。哎，千万不可这么说，他们就快启程了，你别给他们招来祸端。行，我不说。我这不就是气不过吗？你说这三番五次的逼着人离开长安，死心塌地的效忠于他，可是呢，到头来却落个不好。哼！哎，这酒你就别喝了，喝多了又该口出妄言了。朝中之事不就是如此吗？他们出去避一避也好。高大哥，我与伽罗都认为，眼下离开长安，四处游历散心，过几天逍遥自在的日子也未尝不可。你无需太过操心。行，我不操心了，行吗？我是替你们不值啊！你们倒说起我的不是，连酒都不让我喝了。喝吧，你喝完了，我再将你的嘴缝上，行吧？哎，杨兄弟，今晚怎么不见你言语啊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觉得没意思了。什么没意思啊？什么都没意思了。你们说，杨大哥已位居大司马一职了，就因惹皇帝不高兴，便被发配到别处去了。之前的努力，付诸东流，这让我们如何打得起精神为皇帝卖命呢？为了心中的志向，不可以吗？大嫂，这便是你说的苦寒之地啊！我看这都快赶上长安了。之前听说亳州常遭水灾，以为会令发展受阻，不曾想此处竟这般繁荣。将水患治好了，再加上一些举措，自然就发展好了。哦，你似乎很了解啊。那倒不是，之前樊刺史去过长安，同我略有交流。否则，我也不会主动请求出藩亳州的。看来大郎是早有打算，将我们都蒙在了鼓里。如今亳州变化如此之大，也有杨总管您的功劳。杨坚出藩亳州后，宇文赟愈加荒淫无度，极尽所能声色犬马，耗尽国库，修建内宫，其壮观华美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宇文赟唤来众多大臣，与其一起终日花天酒地，一派靡靡之相。皇帝终日淫乐，无心政事，他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宇文赟了。如今三后得宠，我这正宫皇后之位岌岌可危，
虽然手中有婵儿的恩养之权，但婵儿尚小，未来的变数太多。你不想见朕是吗？好，今日朕就成全你，朕就赐你一死，你死了便无需再见到朕了。刀在此，是要朕帮你，还是你自己来？我不能再任人宰割而无反抗之力。要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必须穷则思变。若婵儿早一日登上皇位，彩玲，皇后，我要你帮我做件事。但凭皇后吩咐。我要你悄悄放出风声，将皇帝的荒淫之行公诸朝臣。皇后，这是为何？这消息若是传了出去，朝廷必会大乱。我要的便是这个结果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挟群臣之力，逼皇帝让位于婵儿。从此，你我也无需再看别人的眼色了。这曲天高终了，何时再来一曲帝后啊？好，那便现在。唉，真是变成神仙眷侣一般啊！就是啊，敢问二位神仙，可还记得你们的老友啊？什么老友啊？高大哥与杨素大哥来了。真的？那还不快带我去看看？来。新郎啊，他们总去山上吗？倒也不是，一般在事务处理完之后才去。哼，骗谁呢？他们在这逍遥自在，我们却在长安受苦受难。谁受苦受难啊？杨大哥，哼，当然是我们受苦受难了。哎，你看看你们俩，这么多年未见，依然是年轻如故，哪像我们？日日操心，这人都老了。莫生气，生气伤身。快快请坐。几年不见，高大哥这是憋了一肚子的委屈啊。那可不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我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所以啊，这委屈啊，全在肚子里给你们攒着呢。哼，看来是我们做错了。还笑得出来啊？这天都要塌下来了。好吧，那你倒是与我们说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还不是那个皇帝，如今把朝堂整的是乌烟瘴气，滥施刑法，奸佞当道，君臣奢靡，贪腐成风。这朝中的一帮老臣，连同我父亲在内，看不下去，接连上书，苦谏无果，皆告老归田了。哎，你们倒是说句话呀！高大哥，我们能说什么呢？我们又能做什么呢？这不是来找你们想办法吗？看看如何才能阻止局势继续恶化下去。这大周啊，是从上烂到下，根本无从下手啊。是啊，已然是烂透了。我听闻酒泉也被北国攻占了，若他们一路攻过来，大周怕是难以抵挡。国运堪忧啊！唉，这人各有命，国也有国运。如果这当朝皇帝连自己都荒废朝政，又有谁能阻止得了他呢？可是，我们也不能眼看着大周就这样亡了，得好好想想办法。重病还需猛药医呀！这兵荒马乱的世道，国立国灭，均非难事。想当年比大周强大数倍的齐国，不也被灭了吗？大周既已烂透了，便无药可救，不如干脆
推倒重来吧。哎，我觉得独孤兄说的不无道理啊。既然大周已是无药可救了，那时势造英雄，应当有人挺身而出，救百姓于苦海之中啊！二弟啊，天降大任，大丈夫就应该迎难而上啊！你们觉得可在理？可在理？我自是赞成。我一向都以杨大哥与高大哥马首是瞻。若真有这一天，定算我杨素一份。为了大周，为了天下百姓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正是，大哥，我也支持你。就这等无道君王，有何资格坐拥天下？哎，大哥，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行事啊？现在还未到时候。首先要摸清楚长安如今有哪些大臣在掌权，尤其是手握兵权的大臣。即便我们自认是正义之师，但他们未必这样想，而他们手中的军队不容小觑。没错，为今之计便是先回长安，探查具体情况，以谋后动。如今酒泉不是告急吗？这或许是一个机会。二位将军，请止步。你给我让开！高将军，皇帝在里面歇息呢。大白天的睡什么觉？天都要塌了，国都要灭了，他还能睡得着吗？王贺，赶快去通报，10万火急啊！杨大哥，皇帝真有吩咐，不论谁来，他都不见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若再不让开，我们可就要硬闯了。高将军，硬闯的后果你难道不知道？躲开！何人啊，在外面大吵大闹的？回陛下，高炯与杨素2位将军求见，被王公伯挡在门外了。哎，不见！困着呢。这2人真是胆大包天，竟敢在寝宫前大声喧哗。就是，又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，就不怕陛下要了他们的脑袋？陛下，不理他们，咱们再睡会儿啊。你还想跟我动手是不是？高将军，别逼我们动手，在寝宫前动手，皇帝要是追究起来，你可担待不起。我不会容许你们在这里胡闹。王贺，把刀收起来！吵什么？吵什么？这么大声干什么？参见陛下。陛下，天确实要塌了，酒泉告急，还请陛下派兵前往。怎么又是打仗的事儿啊？你们这些武将为何总喜欢打打杀杀的呢？陛下，若置酒泉于不顾，那无异于向北国低头啊！以后如何立国于世？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？这江山可都是先人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呀，不能就这样放手啊！是啊，陛下，若放弃酒泉，便是放弃西北方的军事重镇，北国便可畅通无阻的南下。到时恐怕失去的不仅是酒泉，而是整片国土啊，陛下！先起来。哎，北国这2年确实对我大周虎视眈眈。那高将军，此次出征领兵将领何在啊？回陛下，臣认为这一仗关乎大周的尊严，非胜不可，故臣推荐杨坚为主帅，率兵讨伐北国。怎么又是杨坚？我大周朝中无人可用了吗？陛下，杨坚多次与北国打交道，若他挂帅，实纳就稳。他？你俩向我举荐他？你俩是何居心？回陛下，臣并无居心，只是为了一场必胜之仗，推举合适之人而已。陛下！陛下！陛下！陛下，高将军、杨将军放弃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，来推举他人，说明他们对陛下、对大周确实是一片赤诚啊！若我大周当真决定出兵，臣也以为杨坚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臣等也以为杨坚合适。好吧，既然赵太卜、2位将军，还有几位亲王，
都同意杨坚率兵出征，那便让他去吧。谢谢陛下。这个赵越怎又突然支持杨坚出征了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定是在打什么主意。他要敢使坏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他。静观其变吧。诏令来了，皇帝同意你出征了。太好了，我要跟大哥一起去打仗。我也要去，必定将那北国赶出大周。怎会如此之快？照皇帝的性子，恐怕不会这么快便同意启用大郎的。你在担忧什么？眼下前线战事告急，皇帝并不傻，自然知道该早下决定。若当真如此紧急的话，皇帝也不会等到此刻才出兵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赵越等人本是反对出兵北国的，但一听高炯、杨素举荐大郎，竟又支持大郎出征了。这问题便出在赵越身上。赵越以前都是与你为敌的，为何突然就同意启用你了呢？这其中必有诈。大郎，要考虑清楚。无妨，一切只要见机行事便好。此番回去，一旦开始拉拢朝臣将士，便没有回头路了。想清楚了吗？大周是在他手上日渐衰落，民不聊生，是他先负了天下百姓。我算是想明白了，要为百姓做些事情，手中必须要有力量。可我担心的是丽华，即使他对宇文赟已失望透顶，但他还是他的夫君，我怕他承受不了。如今的宇文赟，那是荒淫无度，他根本就没有顾念与丽华的情谊。所以，每当我想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，决心便更加坚定。家老，如今家国遭殃，我辈该当仁不让，为百姓谋福祉。